DeepSeek 发布了它的这个 V4版本，这个能力经过这个网上的各种评测，它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关键是它价格非常的这个实惠。我们看到100万 token 的输入，如果未命中缓存的话是1块钱，然后这个 Pro 版是3块钱，输出的话是2块对6块，如果缓存被命中的话，那更便宜了，就是2分钱。然后 Pro 的话是不打折是1毛钱，打折的话现在是优惠期是2分5，所以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Cloud 的它的一个价格，然后 Cloud 的4.1这个我们来对比一下吧。打开这个，这样方便对比。我们看一下这个 Cloud 它的一个价格，4.7100万输入是$5，它这个输出是$25。$25大概合170块钱左右170多。然后这个 DeepSeek 才6块钱，所以这个价差非常的大。然后但是 Cloud 它这个 Desktop 这个 APP 做的效果比较好，因为它不光是接入了模型，它更是一个智能体。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这个 DeepSeek 的模型接入这个 Cloud 的这个桌面 APP？这样的话既有这个价格的优势，又有这能力的这个 Cloud 的这个能力，我们也可以引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接入。我们打开 Cloud，点这个叉班消停，然后启用开发者模式，然后点启用。启用之后 ，Cloud 会重启，然后点击配置第三方接口，然后我们选这个 Connection， 选这个 Gateway， 然后在配置中选新建一个配置，比如叫 DeepSeek， 确认，然后这就是它的这个 URL 和 API Key，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粘贴进去，然后记住我们要选择这个后边带 Anthropic 的这个接入点，然后其他默认就可以了。这个模型这儿他说的是可以自动通过这个接口 API 自动获取模型。我们来试一下，然后我们应用它会重启，重启之后我们看到它报错了，报这个就是说没有连接上，然后我们看一下什么原因，点开这个配置，我看了一下这个模型这一块，它有时候经过我们测试，就是说它加载不出来，就会报刚才那个错。我们把模型给它加上，启用100万 token， 然后重启。重启之后，我们看这个错误就没有了。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我们看到就是左侧它没有这个聊天了，只有 Cowork 和 Code 这两个功能。然后模型这儿我们看到它有4个模型，就是 Flash 100万上下文和这个 Pro 100万上下文。我们测试一下看看，发个消息看通不通。OK， 我们看没问题，它这个说明已经连通了。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了，问它是什么模型。我看回复它是 Cloud， 其实这就是个 Cloud APP 本身是一个智能体，它已经屏蔽了这个模型层。然后我们做个测试，我们这儿有一个我们整理了一个资料，就是 Agent 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内容，大概有30几条吧，分8个部分，每部分的内容有这个小标题和这个主要的内容的一个概述，还是比较详细的。然后 AI 不需要就是再去搜索内容，直接可以用我们的内容去生成。然后这是我们根据Google 最新开源的一个设计 design 点 MD， 然后这个制作了一个设计的风格这个文件，让它根据这个风格，根据这个内容来生成一个 PPT。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看它能不能生成。我们选中这个目录，然后告诉它根据 Agent 点 XL 和这个 design 点 MD 的设计要求，生成一份商务风格的 PPT。我看看它对内容进行读取、理解风格之后，然后向我确认几个问题，一个是受众，就是汇报是内部、外部还是品牌宣传，这里我们随便选一个，比如说对外汇报。然后这个问我们多少页，我们的内容决定，语言我们就选中文吧。然后确认完之后，他就继续开始后面的工作。
它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报一个错误，可以看到一直在报错，导致这个无法继续进行。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文件直接发给他，他刚才的错就是一直读取不了这个文件，然后我们直接发给他试试，看他能不能就是说通过我们直接发送这个文件能完成这个 PPT 的制作，让他直接使用这两个文件。它中间也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比如说写程序读取，通过 agent 读取，各种各样的方案都我们也做了各种设置最终都无法解决，最后没办法，我们就终止了这个任务。然后我们切回去用 Cloud 自己的这个 Cowork 发现也不行了，说明它这个功能还不是很完善。下面我们直接用 Cloud Code 来配置这个 DeepSeek 来试一下。我们把这个 Base URL 和 API Key 还有 Model 全放在环境变量里面去启动。让我们看一下 Model 列表，当前它已经是 A4 的这个 Pro 模型了。发现这个是客制化模型，我们看连通了没有？发个消息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没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模型它是一个200K 的一个上下文，怎么开启这个100万 token 的这个上下文呢？看一下，我们只要增加一个后缀就可以了，在模型后面加一个方括号1M，就100万。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模型列表，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已经变成 DeepSeek V4 Pro 100万了。然后我们再发个消息看一下它回复里边这个刚才我们的状态栏能不能出现100万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显示。然后它回复了，我们看到这后面已经显示了是100万上下文。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刚才生成 PP 的这个，我们通过这个 Cloud Code 来测试一下，看看效果。看到它整体分4步来完成。第一步就是设置这个项目和安装依赖，第二步是生成这个输出 PPT 的脚本，第三步是生成 PPT， 第四步是校验。我看 PPT 已经生成了，它没有再跑校验。我们可以先打开这个 PPT，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这是它校验之前的一个 PPT， 我看这个内容格式上是有点乱，然后整体上基本上是内容罗列也有一些这种分块的这种，但是整体上格式还是稍微有点对齐上有一些问题。风格上基本上是我们那个 design.md 给出的一个风格，然后整体内容基本上是一个内容的这种列表，一点一点的没有很多的这种风格变化比较普通嘛，没有什么太大特色。我们等它跑完这个校验之后，看会不会效果好一些。我看它这个校验跑完了，我们看一下基本上跟原来那个好像变化不大。它这个最后一步，这个 QA 这一步，其实单独用 DeepSeek 去跑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步的。然后这一步的功能其实是 Cloud 它本身 Agent 增加了一个功能，所以这就是 Cloud 它比较强大的一个地方嘛。前面这个 PPT 我也用其他几个工具测试了一下，内容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有 Gemini、Codex、CodeBuddy，还有这个 Cloud Code。我们看第一个是 Gemini 的，我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格基本上接近，但是内容呢也基本上都是文字的罗列，没有很多这种 PPT 的这种效果，有点像老教授风格纯这个干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Codex 生成的这个 PPT， 看它生成的最新的这一份，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还是比较多元的，有表格，有这个内容块，这个颜色、配色，包括结构，整体都是还是比较符合 PPT 的一个风格的。我们看一下 CodeBuddy 基于 K-mean 2.5 模型生成这个 PPT 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它生成的一个 PPT， 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更简单了，每一页全部都是文字，而且只有简单的几个条目，这个基本上过于枯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Cloud Code 它生成的这个 PPT， 我看一下这个整体的风格和布局还是比较好的，跟这个
Codex 我觉得不相上下，这两个功能，这两个工具我觉得生成的这个 PPT 还是比较可用的。当然，它这个风格跟我们前面这个字体配色稍微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 design 点 MD 中间配色上做了一些调整，但它整体这个布局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 PPT 的整个的一个风格的。所以如果做 PPT 的这种工作的话，还是大家用这个 Codex 和这个Cloud Code 会更符合我们的需求一些。好的，现在给大家快速总结一下，Cloud APP 接入第三方模型这个方案目前还不是很成熟。然后经过我们测试的话，就是聊天可以，但是让它读取文件就是会失败，然后切换之后会导致 Cloud 它自己的 APP 也不好用了，然后重装之后才可以。然后这个方案我们这样方便这个进一步成熟，看一下这个然后再去接入价格。另外呢，就是这个做 PPT 这块可能是Codex 和 Cloud Code 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大概从成本方面考虑，这个 DeepSeek 确实更便宜。我们做这份 PPT，DeepSeek 大概花了7毛钱，然后 Codex 和 Cloud Code 成本上可能高一点，但是它的效果和速度会更快一点。像 Cloud Code 和 Codex 大概可能也就1分钟，不光是接入出结果了，它更是一个这个 DeepSeek，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这个 DeepSeek 的10几分钟接入才能出来，而整体效果桌面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样的话，好的，今天这就是跟大家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对大家有帮助。它的这个如果你喜欢这节目，请订阅转发，我们来看一下。